你会看到鬼吗？没有鬼，新加坡没有鬼的。新加坡上惊就是抓啊。这里幽静，空气清新，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叶，稀稀疏疏照在脸上，来这里晨运应该很舒服吧？但如果你眼前的风景还包括一座座超过100年的墓碑，你还能悠然自得吗？有一群人几乎天天与这些墓碑打交道，甚至有几个人世世代代都在守护着这片墓园。他们是五吉布朗最后的守墓人。昂哥，你是几岁的时候开始做这个东西的？差不多是58。你是说你做了58年啊？现在是10:40。昂哥，你平时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热的？我今天很热，头。是咯，现在很热哎。所以你平时如果是这样热的话，你继续做啊？我去做，人要到了咯，人家要来拜了咯。所以你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爷爷一起出去做？我是10多岁，哇，很烧，可以很热哈，可以戴帽子可以了哦。所以平时工作的时候很热，也会戴帽子啊，没有帽子不可以。那时候来，爷爷有给你钱吗？爷爷有啦，一点点钱拿给我们吃东西啦，吃饭啦，买水啦。有时候你帮忙他烧那个金子哦，他会一点点给你了。哦，给大概多少钱？小时候？10块、5块、4块、2块，他也是还你。他是你自己要跟他来，烧金子的，他没有叫你烧啊。是，但是当时候是哪一个年？10块钱很大是吗？是啊。当时候一碗面多少钱？一碗面差不多4毛啊5毛啊。一碗4毛5毛钱的面，可是他给你10块钱的 tips。哇，你小时候很好赚啊。五吉布朗坟山 Bukit Brown Cemetery 是新加坡最大的历史坟场之一。1922年正式成为公共坟场，占地约213公顷。许多名人如陈金生、陈笃生、林义顺等都在此长眠。而苏汉成所负责的其中一个墓地，就是五吉布朗坟山最大的坟墓，属于富商王三龙的家族所有，占地约10间3房式祖屋那么大。鼎盛时期，苏汉成一个人负责400多个墓，现在大概负责清理100多个。那安哥，等一下我要去看一下那个王三龙的坟，你可以跟我上去吗？今天我不可以跟你上去啊，脚痛啊。还很高呢。很高还没有割草呢，不可以走，很难走嘞。很难走啊！我的工人还没有来。所以你现在这边，你这个脚这样子，你今天还有做工吗？我做外面的上面我不要去。访问前一天，苏汉成刚在墓园摔倒。据了解，这一行的其中一个挑战，就是要在杂草丛生的环境下工作，而也因为这里地势复杂，所以很多上一代的守墓人都是住在坟山旁的干榜居民，一代传一代。但是由于没有接班人，如今只剩下不到10组人，人数从1人到1组3、4人不等，在进行墓园的维护工作。他们要去扫墓的时候需要用到。苏亚明也是其中一名守墓人，从小在墓园边长大。比起面对人类和镜头，他更喜欢面对这些有故事的墓碑。他也经常和好朋友寻墓人吴安全穿梭五吉布朗墓园，发掘沉睡的历史记忆。为什么这个很特别？他这边有碑文，哭正阳，他是来自新疆姓哭的。他有5个孩子，第4个德冠，英文就是哭的冠。你注意上面这边已经被砍掉一点了啊。因为他里面已经迁去了嘛。所以迁去的时候，他们要砍掉一点，就是好像告诉他们的魂的这已经不是你的家了。我看你这个做很快嘞。这个这样乱的，给你这样弄一下就很快就好了嘞。我们都是专业的，专业人士，从小就做这行。你带那个这个背包 bag 里面有什么？嘎仓，有刀，有那个刚才我看到捡的锄头也有，这么小的背有锄头，小锄头啊，小锄头，然后有扫东西用的，还有那个镰刀。
镰刀，还有一根锯，小锯，全部都是工具。还有雨衣，雨衣，下雨可以穿啊。那其实呢，这个清理的工作呢，从去年11月就开始了，这已经是他们第2或第3轮的清理。为什么？因为新加坡常常下雨，所以清理了之后呢，很快这个杂草又长起来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清理了大概要半个多小时到45分钟左右。现场这边呢，总共有10个墓碑。那他们的工作呢，绝对是不简单的，下着雨还要赶工。如果上面有青苔要怎样清理？清理就洗啦，用刷子水。要水啦，要水跟它洗干净来啊！他要擦，要跟他擦啊。那如果这个坟在山上，你水从哪里来？没有下雨就搬水咯，搬到上面去咯。不是很重。要赚钱是这样，不可以讲重的。新加坡上惊就是蛇你讲鬼，我无相信，我惊蛇呢。你看，我早来嘞，5点多、4点多了，要清明啊，4点多就来了。早上4点多你就来这边了，你不会怕那么黑黑的嘞？怕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今天我看60啊，明天这条路我没有走了。有被咬过吗？以前有咬到屁股，我坐下来，拔草啦。拔草，被什么咬？Scorpion， 蝎子，叮你的屁股，痛哦。你打算做到几岁？做到不可以做就不要做了。我的孩子叫我不要做，我说要做一点点有钱花就可以了。72岁了，你这样子上上下下，有人80岁的在这边做。他们或许话不多，不常与人打交道，但他们守护的上万座墓碑背后，是一段段快被遗忘的历史和故事。他们是最后的城市守墓人。